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部从台北来的蓝色 W123的280 T1，大哥已经完修了。我们现在因为这部车子它的外风扇是一开动它就转，也就是说它直接送电了，所以很吵。OK， 这部车子呢，我们因为它是 T1， 在国内呢，123的 T1 有排的相当少，所以这部车子呢，目前是属于比较少的稀有动物。OK， 那这部车子呢，我们整修过之后，我们看到它这个分油盘，这分油盘看起来就很新，干干净净的，包括它的管线也是干干净净的。这个分油盘。在整修之前，因为它经过了40年，被油箱污染之后呢，总体的供油量都降低，都大概在110左右，那跟标准的170、180差了60摩，那这个现象会造成它的引擎稀薄燃烧，当然马力会减弱，但最重要是因为它供油过稀，稀薄燃烧，所以引擎很容易产生高温。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车主呢，他就把这风扇呢直接的，大哥觉得相当吵，而且对这个风扇的寿命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大哥其实不建议这样做。那因为它的不过它的供油是很平均的，但是呢，总体供油量就少了60摩。180的60摩就少了将近40%，这样会造成它引擎在高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到这边买个东西，甚至吃个泡面，回来就发不动了，可能要等车子凉之后才能够发动。这个就是因为供油量不足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因为引擎在运动当中。那这个分油盘呢，它是有从这边进油，然后从这边回油，1分钟有2.5公升左右的流量。那它一直在冷却这个分油盘，所以说我们在引擎运动当中，那个分油盘本身是凉的，就好像大哥现在手他摸了它的温度，可能30度不到。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引擎一关熄火之后呢，可能10分钟。这分油盘马上就会达到引擎内部的高温，可能有70-80度。那如果供油不足的时候呢，这油吃不进去了，因为热会把它推出来，导致它很难发动。那如果供油正常，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供油量不足会造成热车很难发动。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热车引擎熄火马上发动是 OK 的，因为分油盘还没有热。但是等10分钟就糟糕了，那这个问题已经克服了。那喷油嘴呢？大哥就全部都清洗过。这颗引擎的钢压相当漂亮，几乎都在10公斤左右。经过40年，这颗引擎看起来也没有拆修的痕迹，但是呢，它是一个标杆，也就是说几乎都是10公斤cm平方，这是非常难得的。那大哥呢？高压线的部分，大哥全部整修过了，检查过，它高压线是 OK 的。那分电盘还很新大哥不需要处理，但是它的打火头呢，有磨损，大哥有把它整修了一下，能够省的钱就省下来。再来，它的这个，我们来看它的我们来看它的汽油回流量。汽油回流量，它正常应该是要2.4公升左右，2公升到2.4公升，也就是2公升以上，从分油盘流回油箱的。那这个量也够，那它大概在2.4也达到标准。因为它的汽油泵浦跟汽油滤芯还有蓄压器大哥都把它换掉了。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状况应该是10多年没有换了。滤芯很重要，它滤芯因为它能够过滤我们从老车油箱过来的污染脏的东西。那我们分油盘好不容易
经过40年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它至少再用20年。所以后面汽油帮浦后面那个滤芯啊，汽油帮浦旁边那个滤芯跟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那以确保我们的分油盘不要再被污染的油箱把它弄脏了，导致呢我们供油又不顺啊。汽油帮浦大哥换新了，吸压器漏油大哥换新了啊。我们希望这部车能够再跑个20年，因为引擎跑50万，有不缺油不缺水，你这颗引擎状况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耗材的部分，比如说汽油帮浦它是消耗品，什么时候挂掉我们不知道，我们不需要扫兴，我们不希望过油，所以气压器、滤芯大概都换掉了。那汽油回流量 OK，也代表这颗油箱它并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堵塞的现象这也是很难得。那至于说所有的管线，包含油气增重管的部分大哥该绑的大哥都已经用束带已经都有做整修。该绑，也就是说，因为经过40年，金属不坏，但是呢，橡胶、塑胶接头这个部分都老化了，就应该讲说是老化已经没有松紧度了，所以大哥能看到的全部用塑料把它固定好。那我们希望这部车子能够在陪我们过它的20年的下半生，能够快快乐乐的。我们到车厢里面来看，这部车子它是驼色的车主跟我讲说，它这个这个皮面它从德国订的皮面，所以它这个是真皮的前面的皮面全部换新看起来相当漂亮。那后座呢的皮面它就没有处理了。OK， 我们来看看，它这当然是三档车不过大哥刚刚试车的结果，感觉到它的变速箱使用上是正常，但是呢就是感觉上有点老化，也就是说不是很扎实运作都很正常。大哥也加，因为大哥要试车，所以大哥加了800块钱的油。目前我们来看，他没有转速表我们来试着加油看看。相当顺畅。这部车从大哥手上出去的车子，我的目标就希望每部车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然后至少再用个20年。OK， 因为它没有转速表，大哥没办法试。好，我们来做个水温。现在因为今天只有20度水温80。大哥关掉，好，重新启动。这一点就着了，而且相当顺畅。皮带的声音，这三个皮带打滑。好，我们到后面来。因为这个 W123的车子它没有怠速控制，所以说它压缩机启动跟冷气开跟关，它转速是会改变的。那现在冷气没有开我们来看转速大概在1000转左右。那开冷气的话，大概是在900因为它没有怠速马达来帮助提速，所以说这个它的冷气开跟关的转速是不一样的。那 W124呢，它就有属于 K1 injection， 就是机械电子那它就有怠速控制器，所以说就不会有发生这样的问题。那这部车大哥检查它的那个加热阀大哥整修过之后，加热阀的数字也是非常正确。那再来它的所有的包含油压、高压这个部分大哥都检查过了。老车一句话，要常开，老车不怕开，尤其是1990年代的老宾士 W123、W124、W126，甚至于早期的R107，他们的耗材
107可能耗材比较少，在底盘部分的耗材，但是它跟126、123又很多是通用的，所以老车不怕开，耗材不是问题，我们不会变成孤儿。有空常常跑高速公路，把表面的积碳跑掉，把它清除掉，血液循环，让它血液循环能够增加血液循环。油箱很重要，污染源我们机油滤芯跟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油箱尽量维持半桶油，因为油箱是个污染源，30年的油箱不比5年、10年的油箱，它一定会有铁锈，所以说尽量维持半桶油。不要吃到底，吃到底的话就会把铁锈包含我们脏的那个生锈的地方，油箱跟空气接触，恶化了这个油箱的寿命。好，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好，拜拜喽。